上一条视频说到，我来到宁夏黄河第一村南长滩村，从进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到了。在一片荒芜的黄土高坡上，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180度的弯，并留下了一湾绿洲，世世代代滋养着这个村子。当年西夏党项族的一支拓跋氏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在此地，经过历代耕耘，如今成了不可多得的世外桃源。游览完这个村子，我在黄河岸边扎营过夜。第二天，我继续沿着338国道往西边走，前往永泰古城。这一次俊谷是来到了永泰古城。这座古城由于它的外形非常像是一只巨大的乌龟，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永泰龟城。这边是古城的南门，也是这座古城唯一可以进入的这样一座门哦。永泰古城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明代军事古堡，它位于甘肃省白银市。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战场。眼前这个地方看起来一片荒芜，在这里生存尚且不容易。这样一座由黄土围成的小城，它又是怎样抵挡强大敌人进攻的呢？它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？这一条视频就带您一起探索这座神秘的明代军事城堡。整体上，古城的城墙呈一个椭圆形，由于它的外形很像是一只乌龟，所以它又被称为永泰龟城。在城墙的外围有深约2.5米、宽6.5米的护城河，城墙的墙体用黄土夯筑而成。经历过400多年风雨的侵蚀，城墙的高度只剩下8到12米了，厚度大约有5、6米。可以想象，明朝时候的城墙比现在要高大得多。而且城墙上面有像锯齿一样的垛口墙，这是用来掩护自己的。城墙上面凸出来的这部分看起来很像马的头部，所以又被叫做马面，总共有12个。马面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敌人攻到城墙底下，防守方就必须朝下攻击，这样就很容易暴露自己。有了马面，防守方就可以从侧面甚至从后面攻击敌人。而且马面上还架设有火炮，可以远程攻击，又不影响城墙上的通行，所以敌人想通过城墙来攻城是很困难的。那是不是意味着通过城门就更加容易呢？在古城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分别有一个半圆形的建筑，这里是古城的南门，门楼上面有一个破旧的楼亭，看起来很有沧桑感，但其实它是拍电影留下的山寨货。真正的门楼十分高大，建在后面这堵墙上。我们重点来看看这个半圆形的建筑布局，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建筑。进入城内必须经过2道门，外面的门小，里面的门大。如果敌人突破了第1道大门，进入了里面，就会遭到来自城墙上4面8方的攻击，结果是非常悲惨的。此时敌人就犹如瓮中之鳖，所以这个半圆形的建筑被称为瓮城。而且因为外围这道门比较小，如果敌人想搞人海战术往里面冲，因为小门的阻挡，也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大量的兵力进入瓮城，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进来的还不如死得快。进入第1道门后会发现，第1道门跟里面的第2道门是错开的，那是因为敌人一旦攻破第1道城门，想进入第2道城门就必须要拐一个弯，这样就增加了防守方的进攻时间，其次也能阻碍敌人方便的使用攻城锤等器械，所以进攻城门比爬墙要更难。你看这座南门门中又有门，这种建筑形式呢，其实是叫做瓮城，在战略上来说就是叫做瓮中捉鳖。这座永泰古城看起来有东西南北4个城门，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？
这是东侧的瓮城，这个瓮城外面没有门，里面也没有门，是一个封闭的空间。而且古城4个方向的瓮城，东西北3个方向都没有门，只有南边才有门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如果是规模大的城池，东西南北跨度也相应比较大，所以为了交通方便，要开4个城门。永泰古城的长宽只有500米左右，如果只开1个门，从这个门绕到古城的另外一边，距离并不远，所以对交通影响不大。第二点，永泰古城驻扎的兵力并不多，门多了自然会增加防守的负担，所以更好的防守比交通方便更重要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，既然只能开1道门，为什么会选择南门呢？这里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历史文化原因，在古代中原地区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，而北字的发音同拜字发音相似，所谓败北败北就是这么来的。古代人建城池非常讲究风水，所以一座城如果只开1个门，绝对不会选择北门。第二，天气原因，如果是在冬天，北风凛冽，如果把门开在北面，居住的舒适性会大大降低。第3个原因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永泰古城主要的敌人是蒙古人，他们最擅长骑射，东西北3个方向是平坦的开阔地，对他们最有利，而南门的对面是山。在明朝的时候，山上森林茂密，在山地树林里野战，蒙古骑兵并没有优势，而且可以在山上埋伏或设置火炮，敌人一旦出现在南门，就会腹背受敌，所以开南门对防守方是最有利的。我看到这里面的建筑啊，大多数都是只剩下墙基了，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啊，已经是寥寥无几了。这座就是后面新修的，用的都是砖了。以前的建筑啊，就是用这种石头和夯土。这座房子还有以前的老石鼓，这个石头啊都已经被风化掉了，你看都有很多裂纹了。看看后面这个场景呢，十分的荒凉啊。今天的天气非常有意思啊，你看一下这边是阳光明媚，而另外一边呢就是阴天，而这座古城啊就刚好夹在这2种天气的中间，所以我感到这个天气啊一时冷一时热，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热，而阴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有点冷，真的非常荒凉啊，破败的屋顶还有颓废的墙基。上来这上面看一下。这些破旧老房子的屋顶呢，相当的简易，上面就是几根木梁，还有加入稻草的泥土，就这样子做成了。可惜现在基本上都荒废了。这样看来，想要攻下这座城确实很难。但是永泰古城的规模并不大，那么敌人采用围困的方式是否行得通呢？尤其是在这个地方，地下水很稀缺，挖井解决不了吃水的问题，所以在南门的对面修建了一个水池，这个池子叫用吉海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在北方水源稀缺的地方，他们都愿意把湖泊、池子命名为海。这里的水是从南门对面的山上流下来的泉水。如果敌人把用吉海的水源控制住，城内没有水，那不是很快就会崩溃吗？然而并没有这么简单，敌人能够想到的，他们早就想到了。在永泰古城内修有水井，到现在依然可以正常使用。这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啊，在地下修有暗渠，从山上一直通到水井。就算敌人把用吉海的水抽干了，也不影响城内用水。在城内总共有5口水井，每个水井都有暗渠相连，所以这些水并不是地下水，而是山泉水。因为永泰古城的地势南高北低，所以水从第1口井流到第5口井，然后流到最后面的甘露池。
井水是人用的，甘露池的水是牲畜用的，这样不仅解决了吃水的问题，还实现了人畜用水分离，确保干净卫生。最后，甘露池的水通过北城墙下面的暗渠流入护城河，为护城河补水，所以围城并不可怕。据说这5口水井是清代名将岳钟琪所修，因为岳家曾经在永泰古城居住过100多年，他也是在这里出生的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岳府遗址，但是现在也只剩下低矮的围墙了。我有理由相信，这个岳府遗址上面的建筑都是后面重新建的。你看这些建筑都不像是古代的。现在在永泰古城里面还有一条叫岳府巷的街道，但是岳家的豪宅已经不见踪影。现在又走到了城墙的外部了，原本高大封闭的城墙到了现代也破了几道口子。这个就是东边了，你看它也建成像瓮城一样，但是呢却不能够用来出入。这座古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，但是在古代真正可以用来出入的就只有南门1座。我看到这座古城的巷道基本上都是呈现丁字形的，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有利于巷战。在永泰古城内部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。我们都知道，一座城或者一个村都会有很多十字路口，因为为了交通方便，路往往是南北贯通，或者是东西贯通的，相互交叉就必然出现十字路口。而永泰古城的路就很反常，从南门进入后，这条贯通南北的路是城内唯一一条贯通全城的道路，而其他的道路大部分是丁字路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因，这里有一定的文化因素，丁字象征着人丁，人丁多代表着强盛。我去过很多明代军事城堡，里面的街道大多都是设计成丁字形。第二个原因是做最坏的打算，敌人一旦攻入城内，这样的布局非常有利于防守方展开巷战，做最后一搏。现在古城的内部大部分是废弃残破的房屋，以前的永泰古城并不是这样的。城内原来有点将台、戏楼、衙署、城隍庙等古建筑，周围的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，水草丰美，森林茂密。在这里长期驻扎的军户，生活还是很滋润的，毕竟生活条件才是战斗力的根本。永泰古城的村民大多都是明代军户的后裔，刚开始的时候有70-80个姓，有数千人。随着陆续的迁移，现在古城内有户口的只有70多户，常住的有20多户，不超过100人。现在这些破旧的老房子基本上就成为本地居民的羊圈了。难得这个院子里面还有一棵树，你看这里基本上都是一片荒芜。走到最北面呢，就是一座城隍庙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戏台。旁边这座建筑是古城里面最大的单体建筑，你看这里有一面国旗在飘，这是近代修的一座小学，但是看样子现在已经没有再使用了。古城内保存最好的建筑就是这所小学了，到现在已经有100年历史了，因为生源太少，已经停办，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。这座小学现在看样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展览馆了。它是建于1920年，也就是民国9年。永泰古城看上去防守严密，无懈可击，但它有没有漏洞呢？当然有，而且这还是一个巨大并且无法克服的漏洞，那就是人。如果城内哪怕有一个人被策反，让敌人知道暗渠的秘密，这座军堡瞬间将会变得不堪一击。所以问题总是出现在人身上。好了，今天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俊谷，下一站甘肃兰州见。